叶晨两夫妻和塔瓦纳、崔佛吃饭的时候，洪武罕见地抱着手机刷个不停。今晚各大社交和媒体软件上都被塔纳来金陵的消息刷屏了，所以他惊喜地发现，天香府在各大平台上出现的概率竟然也非常大，总是刷着刷着就刷到了自家饭店的名字。这让他又想起叶晨刚才跟他说过的那些话，有了现在这么强的知名度，开分店似乎已经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。门外大量的记者还在蹲守，他们还寄希望于塔瓦纳吃完饭出来之后能够接受一下他们的采访，就算不能接受采访，最起码他们也能有机会拍到一些一手的照片视频发布出去。媒体记者向门外的服务员表示，希望能够采访一下天香府的老板。服务员把这个请求转达给洪武的时候，洪武整个人都变得十分紧张。以前的洪武是这个城市的地下皇，那时的他志得意满，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。可自从认识叶晨之后，他才逐渐意识到，其实自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生卑微，现状也很卑微。以前让他引以为豪的地下皇身份，现在已经成了他内心深处最自卑的根源。他觉得像自己这种草莽出身的人，在叶晨这种大家族少爷面前，简直处处都拿不出手。可即便如此，叶晨非但没有任何看不起自己，反而还一直非常提携自己。现如今，他为了帮自己奠定一个新事业的基础，甚至还把那么大的明星邀请到自己的饭店来吃饭。这让他对叶晨更加感激的同时，也觉得更加自卑。他倒不是怕叶晨瞧不起自己，而是怕自己在出名之后，有人会挖自己的老底。那样的话，不但自己的天香府会受到很大影响，就连叶晨这位明星朋友的口碑都有可能受到牵连。所以他现在也不敢接受媒体的采访，只能让服务员拒绝了他们的采访请求。同时他也想找机会问问叶晨，自己过去的身份会不会给天香府接下来的发展带来困扰。如果会带来困扰的话，那自己不如不去凑这个热闹，反正能跟在叶晨身边鞍前马后，自己就已经非常满足了。1个多小时之后，叶晨和老婆以及塔瓦纳他们用完了晚餐。塔瓦纳小心地擦着嘴巴，感叹道，这家饭店饭菜的味道非常好，谢谢叶先生的热情招待。叶晨笑道，你们还要在金陵待上几天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还可以继续过来。这里老板跟我关系非常好，他会替我招待好你们的。塔瓦纳连连点头，笑着说道，我知道叶先生跟这里老板关系很好，所以刚才在吃饭之前，我给每道菜都拍了照片，稍后我要发布在我的社交媒体账号上，再把这家饭店的名字附上，为他做些宣传。叶晨笑着说道，真是太好了，一般情况下，想买你一条推文的软广告，估计至少要花几百万美金吧。塔瓦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，因为我发布的这些都是我本人实地的探店内容，这种会比较麻烦一些，一般都要跟经纪人约好档期，过去拍照以及拍摄视频。现在的报价已经2000多万美金一条了。说着，他又道，不过叶先生请尽管放心，我为这里做广告是全免费的。叶晨点头笑道，那我就替这里的老板谢谢你了。说这话的时候，叶晨心里也在感叹，别看塔瓦纳是国际一流的顶尖明星，但是他的人情世故还是很到位的。塔瓦纳这时候又说道，现在外面应该有很多媒体记者，等一下我出去的时候，也会简单接受一下他们的采访，回答一些和这里有关的问题。叶晨看了看时间，笑道，你们租车劳顿，一下飞机又赶到这里，肯定也需要好好休息一下，稍后我们就结束，你们也好早点回酒店。塔瓦纳还有些不舍，便说，不要紧的，叶先生，我们也没有很累，今天没有任何工作安排，所以可以好好休息一下，倒也不着急太早回酒店。叶晨心想，你是不着急回酒店，但是我还要在你后面离开，耽误太久影响我老婆休息。一旁的崔佛却道，宝贝，你刚才说出去还要接受媒体采访，
等到了酒店，肯定还有很多媒体记者围追堵截，应付他们可能又得需要挺长时间。塔瓦纳沉默片刻，也不想在崔佛面前表现得过于明显，便点头说道：既然这样，那我们现在就先去酒店。叶先生，叶太太，咱们下次再聚。叶晨点头笑道：你们回酒店，我们2个人就不跟你们一起出去了。外面确实太多媒体记者，如果知道我们和你们一起吃饭的话，肯定又要对我们围追堵截大肆报道。我们就等你们和媒体记者都走了之后再出去。好的。塔瓦纳站起身来，与叶晨以及萧初然分别握手，这才道：感谢叶先生，叶太太的盛情款待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叶晨让洪武上来，又和萧初然将2人送至门口，便对赶来的洪武说道：洪武，你送一下2位贵客。好的，叶大师。洪武点点头，带着2人来到1楼。当媒体记者在门外看到塔瓦纳和崔佛出来的时候，他们立刻又来了精神，对着2人以及旁边的洪武不停拍摄。洪武将2人送出门，媒体记者立刻一拥而上，幸亏塔瓦纳的工作人员挡在身前，才没让记者直接冲向他。媒体记者七嘴八舌地提问，问题都与天相府有关，他们很想知道塔瓦纳一下飞机就赶来这里吃饭，那他对这里的评价究竟如何？塔瓦纳在媒体记者面前对天相府的服务、饭菜和环境大加赞美，甚至直接将天相府宣称为他个人认为的最好吃的中餐，一下子就把天相府送到了国内新闻热搜排行榜的第1。洪武没想到自己的饭店竟然上到热搜第1，心中高兴之余也更加忐忑，生怕有谁在这个时候选择在网上曝光自己的灰色背景。不过让他感到疑惑的是，他在相关的热搜词条下面看了很久，都没有看到任何一条揭自己老底的内容。他自己视觉蹊跷，便打电话给老搭档陈泽楷。电话一通，陈泽楷便调侃他：洪武，你的天相府今晚可是红遍大江南北了，怎么还有闲心给我打电话？洪武忙道：哎呦我的陈总，就不要在这调侃我了，我现在这个心里是忐忑的很啊。陈泽楷笑问：你忐忑什么呢？洪武尴尬地叹气：当然是我这个以前的旧背景，老身份啊，我以前的历史可经不起他们深扒啊。我自己倒无所谓，反正这都是我自己当年选的路，我就是怕给叶大师添麻烦，让叶大失望。陈泽楷笑道：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吧，当初我离开金陵，少爷让你接我在金陵的那份工作之前，就已经帮你彻底洗干净了，只要你自己不回去做那些事情，就不会有人揭你老底。